你和我之间，永远不要说抱歉。终于来了，左太太，恭候已久。翟星，你别胡闹。怎么胡闹了？我哪儿说错了？她现在可不就是左太太吗？得快点习惯这个身份才行。没错，这份录音不足以成为证据。赖明离婚后不久就发生了交通肇事，他之前包养的情妇罗罗花钱如流水。案件发生后，赖明让罗罗改变消费习惯，罗罗不但毫无怨言，还至今都跟赖明感情很好。人的性格习惯不可能这么容易改变，赖明必然藏匿了财产，而且数额不小。但这都只是我们的推论，必须找到证据，证明他藏匿了现金，以及现金到底藏匿在哪里。怎么了？两个人都眉头深锁的。这个问题呀，很简单。赖明的情妇罗罗爱慕虚荣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但自案件发生以来，他却一改消费习惯。算算时间，我猜他多半已经忍到极限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又是罗罗逼迫赖明消费？这个方案我们刚刚讨论过，但赖明必然已经提前叮嘱过罗罗。所以啊，就要找对方法才行。女人的妒忌心可是很可怕的哦。停！哎呦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姿态要更亲密自然。你们两个现在这样，就算是6岁的孩子也能看出是假夫妻，还怎么骗过罗罗？左太太，你该叫左然什么？你的手该放在哪里？错，是紧贴着左然，挽住他的胳膊，不是离他8丈远，用1根手指勾着他的西服。还有你，左然，你的手又该放哪里？握住他的手。错，你该叫的是他吗？说我告诉你的那个称呼。
哦，我去煮咖啡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教你和左然吗？没错，这不是在玩，也不是我想打趣你们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受害人正等着拿补偿款去看病。即使是有些丢脸的办法，我们也要竭尽全力做好，帮他拿到钱，不是吗？就是这个决心。左然演技不够，你要多主动一点，把他带入戏。来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哎呀，算了，香家今年的早春款我已经买过不少了，秋款就先不用了。哎呀，别光顾着给我挑呀，你也看看，这款项链挺好看的。确实很适合你，试试看吧，宝宝。我怎么会忘呢？给你挑的所有东西，每一样我都记得。但是，买过多少项链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这条适不适合你，还有，你喜不喜欢。来，我帮你戴上。很好看。这款白色珍珠的确实不错。对了，这个系列的珍珠链有好几种颜色呢。是的，还有金色、粉白色、银色和粉银色，您要不要都试试看？那不如都买好了，难得他们很衬你。这款项链有搭配的耳环吗？你老公对你好好啊，那些首饰差不多要10万块呢。哎，其实钱倒也不算什么，关键他好宠你啊。明明只是颜色不同的首饰，他就一点都不觉得是费钱，只要你喜欢就买给你。哦，你真幸福。
我们不是要通过刺激他，让赖明花钱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负责？不用展星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东西，你别说话。我今天和闺蜜逛街，她老公都给她买了几十万的东西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买啊？我看上了好多东西，一个也不能买，你知道我多痛苦吗？你又这么说，你到底还让我等多久？你好幸福啊！你老公这么宠你，哎，我不是羡慕他给你花钱，我不是只爱钱的人，只是这一路上你喜欢什么，他眼睛都不眨就给你买了，他多疼你啊！不是吗？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好说话了。哎，网上都说了，男人越爱就会越舍得为女人花钱。哼，我都忍了这么久了，他如果爱我，就该好好补偿我。很好。那些你都要退掉。如果有喜欢的，就留下吧。哦，那天的事虽说是公务，但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就当是补偿吧。好吧，既然这是你的决定，那退货的时候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一个人不好拎，而且是我自作主张买了太多东西。啊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。先生又陪太太买东西来了，您看，这是最新款的宝石手链。哎，退货？您是不喜欢这个风格吗？我可以帮您推荐别的产品。并不是不喜欢你们家的产品，只是那些东西我们暂时不需要了。
那所有的首饰都要退掉吗？这副银粉色的珍珠耳环呢？这可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产品，您手上的是最后一副了。这款应该不会勾住头发。这副就不用。时间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翟星，什么事啊？他和你在一起吗？你们在哪儿？啊，我们在购物中心这边，刚刚分开，怎么了？赖明被抓了，但是罗罗跑了，他扬言要报复你们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哪儿？快把位置共享给我。没时间解释，快点儿！别乱走，等我，小心周围。你怎么了？见到自己的好闺蜜就这副表情？干什么？我把你当闺蜜，你居然利用我，你说我该干什么？对了，你的那位亲爱的呢？别紧张，我只是想做个实验。罗罗，通过你对赖明进行取证是我的主意。你有怨恨的话，不要搞错对象。哟，真是大义凛然啊！所以，你们假装和我交朋友，利用我套信息，也不觉得有愧是吧？因为你们自认为代表正义。只有法律才能代表正义，我们只是维护法律。哼，听不懂，不过我也不关心了。放心，我不怎么怨你们，毕竟是我自己上了当，谁叫我贪财又爱嫉妒呢？不过嘛，我特别想知道一件事。看你们的表情，应该是猜到了吧？没错，这瓶子里装的是硫酸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当初在演戏秀恩爱骗我的人，遇到真的危险会怎样？我
我要让你们好看！我没事，只是水而已，别怕，别怕。水？怎么可能？购买硫酸需要提供相应的文件证明，但罗罗没有，这就引起了卖家的怀疑。卖家怕出事，就找了个瓶子灌了水，卖给了罗罗，然后报了警。万幸啊！你们跟我回警局做一下笔录吧。好。不过，严队，麻烦你先等一下。西装没有湿透，你将就挡一挡。风很冷，别着凉了。等你休息好，我们再去做笔录。抱歉，吓到你了，是我思虑不够周全，以后绝不会让你再涉险了。这不是你的错。犯罪者作恶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但那都是借口。永远不要把他们的罪恶归因在自己身上。男人的外表没关系的，那你就更不该担心。外表不可能影响我的实力，你对我该再有信心一些。别哭了。那就哭出来吧，我陪着你。那拜托你了。没关系，我没那么脆弱。没事，
只是酒精，稍微有点遮掩。你继续，不用在意。啊？怎么了？没关系，贴着好了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放心，我会都做到的。怎么又来了？我们是搭档，你我之间不需要说抱歉。哎，等等。这次的意外，说到底是因为公务引起的。这个，你就当是补偿吧。这是我，和翟青一起商定的，请你不要拒绝。啊，又帮左然处理伤口了，他怎么样了？那就好。那个上次的事儿，礼物？哦，原来是这个呀！嗨，瞧我都忙忘了。你喜欢就好，也不枉左然和我花那么大力气精挑细选了。好了，你去忙吧，我找左然有点事儿。翟青，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来问问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和你一起商定送耳环的？还有，做补偿送的东西，我怎么没在公司的报销单上看到这笔款项啊？事事周全的左然大律师，怎么忘了填报销单呢？要不要我帮填啊？不要明知故问。还好你们两个都没事，你不用在意，也不用自责。你只是提供建议，做决定的人是我。而且，即使再来一次，我也一样会这么选择。你是指追查赖明的藏款，还是保护他？都是。话说回来啊，你只是划伤，他都这么紧张。
你要是真的留了疤，他一定会以身相许吧？这行。哎，我说，你有没有想过趁机？没有。这么果断，真的假的？你的工作做完了吗？我记得你手上那个跨国公司的经济纠纷案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工作啊！我走还不行吗？你和我之间，永远不要说抱歉。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。抱歉，刚刚没接到电话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做了噩梦，梦到我被人报复，所以才误拨了电话。是不是因为那天遇险的事，让你很没安全感？你放心，以后工作时我会准备得更加周全，不会再让你置身危险之中。再小的概率，也不会让你遇险。别怕。我的话，即使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有些事一步退让，则一生退让。比起站在一旁等待英雄降临，我更愿意自己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。你想和我一起去做这些事？想和我一起承担？怎么可能是不自量力呢？应该说，你已经和我一起承担了，你一直都做得很好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要是再做噩梦，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，不麻烦。而且，你都说了想和我一起承担嘛，那你的压力也该让我分担才是。好了，那现在就先好好休息，晚安。